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我时常会收到一些观众问的问题，就是他应该要觉醒哪一个统帅啊？他现在的搭配可以再觉醒哪一个统帅之类，blah blah blah。现在有不少的玩家都是在觉醒与不觉醒之间来回徘徊，都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像是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统帅比较强，那个统帅比较强。但是你再强的统帅也好，也是需要搭配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要觉醒统帅的话，应该要优先觉醒哪一个，才可以再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征服赛季之前，也就是说还没获得第3代统帅之前，我们能够获得哪一些统帅，或者是应该要觉醒哪一些统帅。首先，里程柜是肯定值得觉醒。虽然已经有很多玩家说现在里程柜用不到了，我们工兵搭配不需要用到里程柜，它速度太慢了。那么确实在我之前的影片也是有说过，其实里程柜在工兵的搭配里面可能已经排不进去了。但是我在后面有补充到一句，虽然里程柜不在工兵的搭配里面，不代表说我们的队伍中不需要用到里程柜，因为里程柜它不是固定的统帅，它可以搭配在别的统帅，像是我们可以使用霍去病搭配里程柜， CP 搭配里程柜。假设一些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没有足够的金头去觉醒更多的统帅，就可以继续用里程柜搭配别的统帅，并且里程柜的博物馆现在已经开到第3等级了，还是值得用的。而且它也是在战场上为数不多有原型 AOE 的，所以玩家手头上一定要有一个觉醒的里程柜。那早期除了里程柜之外，其他统帅都尽量不要培养，或者是你们可以买每日特惠宝箱啊，或者是开黄金宝箱获得统帅。像早期的搭配，一般我们都是用理查搭配里程柜，因为理查它有回血又比较硬一点。但理查不需要觉醒，基本上你们把技能开到5511就可以搭配里程柜使用了。使用一段时间，到了第2代统帅，有哪些统帅是值得觉醒的？那严格来讲，第2代的统帅已经是逐渐被淘汰了。甚至我之前说过，比较推荐大家去使用的萨拉丁也是逐渐退出了舞台。但以目前版本来说，其实亚历山大还是有实用性的。但我不是要求你们把金头投掷在亚历山大上面，而是你们转轮盘转到亚历山大出来为止。亚历山大的技能比较特别一点啦，其他统帅可能是5511、5551，但亚历山大如果你们要使用的话，就是1555。也因为它这个技能太难卡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就看你们能卡到多少就用多少吧。那么在度过了 KVK 2之后，进入 KVK 3，开始可以获得征服赛季的统帅，应该优先觉醒哪一位统帅？因为在之前我有计算过，如果新的玩家要进入征服赛季的话，可以获得多少个金头，可以觉醒多少位统帅。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是2个统帅左右。也就是说，新玩家的金头是真的非常稀缺的。在你们决定要觉醒哪个统帅之前，都要想清楚你们手头上有哪一些统帅可以搭配你要去觉醒的那位统帅。所以这边我不会区分说这个兵种你应该要觉醒哪个统帅，那个兵种你应该要觉醒哪个统帅，而是全部综合在一起跟大家说一下到底应该要先觉醒哪个统帅，对你的队伍来说效益会比较大一点。那首先应该要觉醒的统帅就是刘彻。那我相信应该有不少的玩家说应该要觉醒诸葛亮啊，诸葛亮有原型 AOE 啊，他可以搭配里程柜。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操作的问题，假设说你是用诸葛亮搭配里程柜的话，速度太慢了，反而会造成你的队伍负担，反而刘彻的操作手感会比较好一些。再加上玩家前期可能已经觉醒了亚历山大或者是有查理马特的话，其实可以用刘彻搭配这2位统帅使用。像刘彻亚历山大这个组合呢，都是我们目前最强的5队或者是7队里面的搭配之一，至少可以保证打出来的战斗报告肯定是有赚没有亏。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我不推荐诸葛亮的问题，就是在早期的工兵其实都没有这么好，像早期的图特摩斯、西德之类的，我相信一般玩家可能不会去使用。爱德华独女应该也只是那个时期的集结玩家才需要用到。顾名思义，就是一般玩家可能不会优先去做工兵的装备，反而是骑兵或者是步兵的装备会比较优先去做。也就是说，当你进入 K3 或者是 K4 的时候，基本上你是没有工兵装备的。在你觉醒统帅之余又要一边去做装备的话，可能会来不及。反而你在早期已经做好步兵装备了，你就可以优先把步兵的统帅队伍搭配先带出来。下一个应该要优先觉醒的统帅就是诸葛亮。不出意外的话，诸葛亮还是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的，暂时来说是不会被淘汰的。也就是说，诸葛亮的保质期会比其他统帅还要更长。会推荐诸葛亮主要是因为你们在进入 K3 之后还是有统帅可以搭配的，因为在早期你们是已经觉醒了里程柜，可以用这个队伍搭配双 AOE， 收割不少的击杀。当然这个队伍呢还是有缺点的，就是行军速度太慢了，并且比较起其他的队伍可能会比较脆一点。假设大家对这些有所顾虑的话，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推荐的统帅。骑兵方面就是优先觉醒霍去病，
OK， 我知道这个推荐呢是跟我之前所说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之前有说过应该要觉醒司机、贞德、菜刀、霍去病，那是如果你们想要用骑兵搭配的话，优先要觉醒的顺序。但是如果你手头上已经是拥有里程碑了，然后你还没有考虑说里程碑应该要跟哪一些统帅搭配，你也不知道应该要觉醒哪一个统帅的话，其实可以用霍去病搭配里程碑。霍去病要不要觉醒呢？其实他觉醒跟没有觉醒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啦，就是5550跟觉醒。用霍去病搭配里程碑这个组合就是完全的技能伤害输出，也可以弥补了里程碑速度不够快的问题。也因为霍去病的技能设计可以让他更快的释放技能，就是霍去病放了技能之后，里程碑再释放技能，可以在更短时间内打出伤害。到这里我是分别已经推荐了3个兵种的其中一位统帅，包括步兵里面的刘彻、工兵里面的诸葛亮，还有骑兵里面的霍去病，也就那么刚好推荐了3个兵种，玩家可以先考虑一下自己的装备军器，再决定要去觉醒哪一位统帅。进入到征服赛季的玩家，如果你们想要专注在步兵路线的话，优先觉醒刘彻跟 CP， 其他的统帅暂时不要想。那么华莱士要不要觉醒，取决于你们前面那2位统帅已经觉醒了没有，还要看玩家使用多少个步兵队伍。假设说只有1队步兵的话，是不需要去弄华莱士的。在野战上 CP 刘彻是大于华莱士刘彻的，华莱士刘彻是大于刘彻亚历山大，刘彻亚历山大大于关羽 CP。所以这边队伍我是给大家知道你要选择哪个队伍会比较强一点，你们就看着慢慢去觉醒。目前关羽的处境在抛弃边缘了，所以我不推荐新的玩家去培养关羽。剩下的一些步兵有哪些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其实如果你们在早期除了里程碑之外，你还想要培养另外一个步兵统帅的话，可以考虑查理马特。因为查理马特在之后博物馆开放，其实提升的数值还蛮高的，并且当你们进入征服赛季只能够觉醒2个步兵统帅，包括 CP 跟刘彻的话，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用刘彻搭配亚历山大，然后 CP 搭配查理马特，在过渡期的时候可以使用。想选择骑兵路线的话，可以考虑霍去病、贞德、司机。至于威廉要不要觉醒，也是处于在抛弃边缘了。我在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过，我很想要把威廉给换掉了。那假设说你没有其他的工兵要搭配到里程碑的话，其实你可以用霍去病直接搭配里程碑就算了，不用特意再去弄一个威廉来使用。不过威廉的培养成本其实也不会很高啦，大概5511就可以使用了。但是考虑到大多数的骑兵统帅都是通过转盘获得的，包括霍去病、威廉、贞德全部都是转盘获得，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没有什么机会去抽威廉了。所以基本上你们要么就通过每日特惠宝箱去买威廉，然后把他的技能卡到5511，不然你们干脆直接用霍去病搭配里程碑就算了。那么在工兵方面肯定要觉醒的就是诸葛亮了嘛，那其他的工兵搭配呢？海尔曼是暂时还可以使用，但是我不保证海尔曼可以撑多久。如果你们想要使用海尔曼的话，基本上把技能升到5551就可以用了，不需要去觉醒，而且也是要考虑到多几个月之后就会出现新的工兵统帅，所以有可能海尔曼的位置会被替代掉，或者是另外一个工兵队伍的搭配会有影响。所以除了工兵之外，其他2个兵种暂时是已经确定了，应该优先觉醒哪一位统帅。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